我从没想过，一觉醒来，我的父母竟然变成了陌生人。3个月前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我失明了，但就在昨天，我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。我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父母，却在我的床底下发现了揉作一团的纸巾，纸巾上面写着一句话：不要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。这个他们很显然是指我的父母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小美，妈给你炖了点燕窝。母亲和蔼的声音在门后响起，我随手便将纸巾扔进了垃圾桶。可当母亲打开了门，我的瞳孔却猛地一缩，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端着碗站在门口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她的嘴唇涂得鲜红，脸上的笑容看着那么的怪异。这分明不是我的母亲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声音竟和我的母亲一模一样。我刚想质问她是谁，却突然想起刚刚纸巾上的话，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看得见。女人担忧地朝我靠近了一步，小美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摸索着坐在床上，缓缓说道：妈，把燕窝放在这里就好，我等会吃。女人说道：小美，燕窝烫，要不还是妈喂你吧。我立刻拒绝了女人。妈，我有点困，想睡一会儿，我放凉了再吃。女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便出去了。当她带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猛地松了口气，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了。我真正的母亲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我悄悄走出了房间，一眼便看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背对着我看报纸的男人。这个人一定便是我的父亲。我左右环视了一番，确定那个女人不在客厅之后，压低声音喊了一声：啊！男人转过头来，我看见了他的脸。那一瞬间，恐惧席卷了我全身，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熟悉的父亲的脸，而又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小美怎么了？我露出一个难看无比的微笑，没什么啊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立刻反锁了门，一脸恐惧地坐在了床上。半个月前，老公一生曾经来探望过我一次，那时他和我的父母相谈甚欢，甚至被父亲灌得烂醉如泥。也就是说，半个月前我的父母还是我真正的父母。我找到手机，立刻给医生拨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，医生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小美怎么了？我刚下飞机，可以去看你了。我语气急促地说道：医生，接下来我告诉你的事情，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医生沉默片刻，小美，只要你说的，不管是什么我都会相信。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医生。医生说：小美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从机场开车到这里大概要1个小时，想到医生会过来，我心里踏实不少。突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小美该吃药了。外面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，我心跳加快，死死地看着门外。见我许久没有出声，男人开始转动门把手。怎么锁门了？小美，不吃药的话，你的眼睛会好不了的。男人催促我开门，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门，除非医生过来。随后我听到了他下楼的脚步声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突然我又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局促不安地走到门边，听着门外的动静，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，想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动静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对上了一双眼珠子，那个男人就趴在门缝下，死死地瞪着我。那瞬间我浑身都是冷汗，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缓缓在地上摸索了起来。奇怪，我的手机刚刚明明掉地上的，那双眼睛从缝隙里消失了。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这对诡异的男女出现在我身边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到底去哪里了，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医生的到来。煎熬地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等来了医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医生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：小美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医生的话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就在别墅里啊，你之前来过的，你该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我也很焦急，我就在别墅里，但是你和叔叔阿姨都不在，这里布满了灰尘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住了一样。他的话同样让我惊骇不已。医生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我一看照片，的确是在别墅里，只不过真的如同医生所说的那样，别墅里满是灰尘，看起来似乎很久无人居住了。我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，守不住地颤抖着。医生，我就在别墅里，到底是怎么了呀？我还活着吗？这瞬间，我情绪几乎崩溃。医生安慰我：小美，你别哭，我绝对相信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现在听我说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能看得见。